在干嘛？我刚才看我们测试16 Plus 的一些照片，然后对比16 Pro Max。那我们对比拍照，对比夜拍，然后我们还比旧机种嘛，12 Pro 啊，然后还有 iPhone 10，然后再发热功能按键这些东西，我们全部都会就是一起做整理。可我刚才做这些整理啊、资料还有看照片的时候，我觉得好像16 Plus 今年有一些没有想到的地方，有一点赚烂啦。因为你在想哦，像这种 AI 键的功能，以前如果要在 Pro 上面的话，它一定会隔1年，有没有？对对对，下放。就是说先拖1年，然后再下放给你，然后这次它有直接给你，然后不是有阉割的，因为想说给的话会不会有阉割掉？对啊，没有。通常都会有什么功能少？对对对，然后抓连起来，对不对？那后来它那个拍照的风格档，就它也有嘛，对，对不对？一模一样。那很多人想要玩这个新的按键跟风格档，那它也有。然后我们刚才玩的时候，我们就说，它录音室混音功能，我们昨天不是在测那个 Pro Max 的时候说很厉害，就它里面也有。所以它只是麦克风的硬体差异，但是里面软体一样。对，就是在 Pro Max 有更多的麦克风，然后收音。可能你在拍专业模式的时候，刚在里面看的时候，你就说，它有更多音轨可以调。那这个可能又没有办法。然后4K 120，这个它真的没有。可是我刚看它也可以拍4K 60，然后你放慢到50%，可能会够用。其实4K 120是蛮小众的功能，必须要蛮小众。我可能跟很多人讲，他说，那我要这干嘛？对啊。另外，我刚在看这些规格的时候，后来我手拿的时候，我就觉得它有2个很大的优势。那第一个就是重量，因为这个的重量199克，它跟16 Pro 一样重。真的假的？所以你今天可能因为考虑重量去买16 Pro， 对不对？对啊。然后其实这个跟16 Pro 一样重。对，然后第二点，我们刚在测试散热的时候、发热的时候，然后也发现，就是它的表现非常好。反正就是真的非常多东西是有点超乎我们想象。对。其实我们今天开箱这个16 Plus 啊，它算是我刚有做一个投票，就真的是最少人青睐的一支。我不知道为什么数字系列每年都卖不好，然后 Pro 系列好像都是80% 的人买，然后数字系列都是很少人买。为什么？什么原因不选择数字系列，都选择 Pro 系列？因为价差我觉得还是蛮大的。那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在下面跟我们讲，因为我想不到。各位 iPhone 16的新用户，今天要介绍的是支架壳唯一指定品牌 Toras 图拉斯的 All-Stand Spin MagSafe iPhone 16支架防摔手机壳。那首先呢，这款壳的支架应该是市面上独一无二的，只要轻轻的一扭就可以固定摆放，完全不需要再调整角度。无论是追剧、视讯会议还是看食谱，都能轻松找到最佳的角度。而且支架在收起来的时候完全不会突出于背板，握在手上的感觉超级舒服，不会有跷跷板效应。这可是很多山寨货还有其他品牌做不到的地方。那还有这个我觉得最特殊的4转向的卡扣设计，在4个角度都可以扎实稳固的支撑，真的是很独特的设计。而它的保护能力上呢，整个壳都是保持轻盈，但还是通过了3公尺的军规防摔测试。4个边角还有镜头周围都有专利的气囊保护，即使不小心摔到了地上，也不用担心手机会受损。那针对今年 iPhone 16增加的全新拍摄按键，直接做了方便按压的开孔设计，不用担心无法解放所有新手机的功能。那它背后的4象限支架呢，同时也是 MagSafe 的磁圈，单层的金属设计让它相容更多的无线充电器，磁吸力道也是非常的强劲，各种磁吸配件都可以完美使用，无论是车载支架或是磁吸行动电源都能完美支援。那这一款呢，也是去年畅销款的 All-Stand Pro 的升级版，支架更好用，摆放的角度也更多元，充电更顺畅，而且在重量上还进一步的轻量化了。那去年我们使用那款呢，它的支架到现在还是非常的扎实，在耐用度上是绝对有保障的。那它盒装内呢，还直接附上2色的按键让你搭配，你要走撞色的风格也是可以。那今年呢，也为新的 iPhone 16推出更多颜色的选择，你要全透款式或是雾面款式，就看你想要怎么样展现你的新手机咯。那 Toras 这款支架壳呢，是质感、功能、保护力的完美结合，它不只能保护你的手机，还能让你在日常使用上更加的方便。那我们当然也有提供专属的优惠链接，都会放在资讯栏和留言区，大家快去抢购咯。那我们现在说拍照，但我们频道并不太讲规格，但是你还是可以去知道说这次的超广角镜头对比上一代是有非常大的进步，它可以对焦，可以微距，那马上解决了我们先前说很多年的问题哦，不能扫描 QR code， 不能竞拍。那同时呢，它就增加让你拍摄空间影像的功能。重点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实拍的效果，夜晚在外面，我敢说我们今天盲测很多人看不出来，我自己本身会看得出来，是因为我们现在2只都在手上嘛，然后非常细节的去比较。那还有我们每天都是在比这个手机的拍照，但正常人你可能几年换一次手机，你说买 Pro 啊或者数字系列随便买，你真的是会每天去比较它拍照的差异吗？况且在同年的数字系列还有 Pro 系列上面，你没有细去放大看，我相信很多人看不出来差别。
那再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张4800万画素的样张哦，我们拍了很多次检查，也确认有4800万画素，但是看不太出差别。那再来大家可以看看夜间影片的表现，我相信一般人真的很难看得出来，到底哪一边是哪一支拍的。那在很多人在意的鬼影，我们测试了2支，然后主镜头跟超广角，基本上看不太出跟上一代的差别。那认真讲，大部分人应该都是隔好几代升级吧。那我们也比对了一些旧机种，那这边来比较一下 iPhone 10。那这边可以看到它的差距就非常的明显，不管是在细节的部分啊，还有它夜拍的部分，还有在人脸啊。下一步呢，我们来对比 iPhone 12 Pro， 这个是很多人今年要换上来的机型，然后我们来比对一下差距。那其实我觉得还是算非常的明显哦。那尤其呢 iPhone 16它主镜头其实也是可以拍摄到4800万画素的照片，同时在录影规格上面的差距，所以你真的放大看它细节差异还是都看得出来的。那我们刚才看了，如果真的去对比这个16 Pro Max 跟16 Plus 的话，我会觉得说它在肤色上面的演算，我可能会比较偏好16 Pro Max 今年的算法。但是同时又讲回来，今年的这个风格模式，你可以调整嘛。那我刚刚就在玩，有一些照片我看起来觉得它的肤色演算并没有达到我的喜好，那这种时候我可以进去做更多的调整。那目前我还在学习它整个背后的逻辑，因为我发现它有时候可能在单张照片，它可能判定场景的方式不一样。那在这种时候，即使你可能用同样的模式去调整，得到的效果都会有点差距。那所以可能还真的是像苹果所说，它是用 AI 去把照片去判定切割出很多不同的层次，所以让你不会在做这个风格档调整的时候，变成是整张照片的色调调整。它可能会针对单一的物景或是人物的肤色来进行调整，就并不是全部肤色相关的颜色都会做到变动。那如果你调了一个还不错的，其实这样的调整都可以预设在你的相机功能里面啊。以后你在打开相机直接拍照的时候，就是这个风格档。那另一点呢，这个录音室的混音功能，很多人都以为只有 Pro 的系列才有，但其实数字系列也有这个功能哦。那当然 Pro 有更多可能麦克风，在录到比较专业的模式的时候，可以切割成很多不同的音轨，但一般人可能很少会这样用。那数字系列上面直接内附的这个混音功能，基本上只要直接在照片的 App 里面做后置的选项，然后就好了，其他什么都不用做。那甚至你还可以去调整它后置的这个强度哦。那大家可以自己听看差别。现在后面有车，所以声音会比较大一点。哦，这样我们来赶快讲话。这是我大巨蛋开放以来第一次来这边逛，真的然后还不错，因为之前那个松山就是里面都封起来嘛，没办法走来走去，没有办法通过，就松烟没办法通到，对，大巨蛋。然后现在多很多餐厅在那边，就觉得还蛮新奇。真的哦，就之前都没有，看起来好像还不错哦，就蛮多那种新的，好像以前也没看过在别的地方有。不知道好不好吃？不好吃，你觉得会好吃吗？不晓得，要试看看，就是先查一下那个评论。哦，先查评论。你知道年底有张惠妹的演唱会吗？啊？年底有张惠妹的演唱会。哦，真的哦。对，然后我朋友有找我去。对。是啊，今天买到票。就是他们说现在要开始想要买。讲话。Hello。对啊，像旁边有警铃的声音。要试看看那个麦克风可不可以盖过去。我会盖过去，因为那个声音就是蛮刺耳。比较挡得掉吗？比较处理得掉？我觉得可能就一部分吧。那个好像又不是救护车，不知道什么车。那个车好特别，我没看过那个车。对啊，是什么？等一下什么宪兵什么？对。他赶去哪里去？总统出事了吗？还是一定是什么很大的事情？哎呦，不要乱讲哎。最后一个大亮点呢，就是我刚在做散热实测的时候，那我们一样在室内拍摄4K 60帧的影片，一样开启 HDR。那很多人问为什么不在户外测？那其实老观众都知道，我们这样的测试是因为我们先前已经有非常多的旧机种都是用一样的方式测试，不管是 iPhone 或是 Android 的机种都有。那这样比对呢，我觉得有一样的数据啊，一样的测试情境，到底哪一支比较热或比较不热，会是比较明显或是公平的对比方式。因为如果你今天同时在户外实测的话，有些机型是冬天出，有些机型是夏天出，就算同样是夏
夏天每天温度也可能不太一样。那但同时呢，户外我们昨天也有拿出去做测试啊，所以不管说是16 Pro 或者16 Plus， 整个它的散热表现就是明显的进步，整个拍摄完成要的电量也没有去年那么多。那现在我们4K 60帧拍完，手机上最热的温度测到是41度上下，对比16 Pro Max 来说低了3度左右。那所以我刚说的大亮点了，就是大萤幕、续航好，同时因为这处理器可能有一些效能上面的差异，反而在这种一般的使用情境下，它还稍微凉快了一点。那至于很多人关心的这个充电速率那因为我们昨天在做实测的时候，我们想要把它用完，看一天的耗电多少，所以没有进行充电。那我们目前测到，不管是16 Plus 或者16 Pro Max， 以我们手边这些充电器，我目前测到最高就是大约32、33瓦，然后会再掉到20几瓦。那有人测到这个峰值到38瓦的这个部分，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至于它的硬体支援45瓦这一点呢，那这个就看苹果要不要去开启。个人觉得苹果在充电这一点还是相对比较保守一点。那所以我们整体用完之后的心得就是，其实我上一次16 Pro Max 的开箱心得就有讲到，如果今天这支影片我测试16数字系列，然后它的表现是非常稳定的话，那我就会把家人目前还使用 Lightning 接口的 iPhone 统统换掉。那以后大家旅游就只要带一种线材就好。那现在我测完之后呢，我就决定今年就要这样做了，因为处理器的稳定来说，我觉得对长期以来的使用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家人使用手机，说真的也是好几年才换一台，长时间的使用呢，续航好，不发热才是我会选苹果使用的原因。那相机上我觉得跟 Pro 系列的差异算小，120Hz 的萤幕他们也看不出来。水显萤幕呢，我自己个人很爱，但他们不 care。4K 120帧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那先说啦，我没有儿子，只有女儿，所以看的功能性不一定跟你一样。他们可能想玩的一些功能啊，像是这个新的相机按键，那和未来支援 AI 的视觉辨识，我猜他们会用来写功课。那他们也爱拍照嘛，所以有这些风格档可以玩。那喜欢拍旅游影片，那想要去掉杂音的这些混音功能也都是有。那换一次呢，未来的几年方便性对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自己是推荐，如果你目前手上的机型是比较旧一点的，那可能担心近几年处理器的这个发热的稳定性，或是刚好想要换机，其实不用完全把数字系列排除在外，可以真的去想里面这些多出的功能你需要的是什么。那另外我觉得数字系列的定位也有点像是可以抢到一些安卓用户的这种定位，比如说有些人可能想尝试 iPhone， 不想要一次上到最旗舰的机种，那这次数字系列增加这些功能，我觉得多少可以吸引到一些用户进来，但重点可能还是这些 AI 功能要先上线，但可能对很多刚好需要换机的人也不一定那么在意这一点。那这个数字系列的这个入手价还有它所包含的功能，或许真的可以吸引到蛮多人。好了，那以上就是我今年 iPhone 16 Plus 的开箱心得。那去年呢，因为 Pro 系列我碰到的散热问题，所以变成数字系列是我最推的一支。那今年我觉得4支自己测起来呢，整体功能性还有它稳定性基本上都是非常 OK 的。所以如果刚好要换机啦，你也可以看上支影片，看这2支的功能性的差距，哪一些你觉得比较重要，再考虑哪一支比较适合你。OK，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大家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在下面留言。那我是苹果，我们下次片见，拜。